可怕的1816子鼠年，全年没有晴天，更是在6月突发暴雪，大片雪花犹如窦娥死那天一样凄惨，无数庄稼还没成熟就被压垮，无数孩童被迫成为大家口中的食物，加拿大20万人更是被冻死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1816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当年为何会出现如此极端的天气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乘坐时光列车，回到1816年，看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件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清朝嘉庆21年，也就是咱们开头说的1816年。就是在这一年中，中国几乎没有出现过晴天，大量的中国人为了活下来都赶紧向国外移民，但他们不知道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圈，不管你去到哪里也相差无几。与此同时，就连美国人也开始大量的从西部往东部迁移的操作。这一年，中国的很多地区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，没有亲身体验过这次灾害的人是无法切身理解什么叫做灾难。就拿当年的6月份来说，一般来说6月份本该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，虽然算不上有多温暖，但世间万物也是处于含苞待放的阶段了。然而在1816年的6月却不同于往年，当年寒风依旧刺骨，就像是深冬的严寒天气，甚至比真正深冬的时候还要寒冷。不仅大家都不敢出门，就连农田里的农作物也如数全都被冻死，无一幸免。特别是浙江一带，那真的就是颗粒无收，当地人更是想尽办法四处避难。尽管他们是南方，也一样没能逃脱极端天气的制裁，并且最为重要的是，因为南部受灾过于严重，原本1年2收的地区连1年1收都做不到，这大大减少了食物产量增加，导致全国粮食总产量减半，大半个中国都陷入到了饥荒当中，全国人民开始人人自危，都害怕自己下一秒就被饿死。纵观当时的整个中国，最为严重的是当初的云南地区，那里不仅庄稼被冻死，就连牲畜都没能幸免。当年随处可见被冻硬的牲畜，这样大批量靠养殖生活的人犯起了难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大家还能靠着吃冻死的牲畜勉强度日，最起码能解决温饱，人就有活下来的动力。但随着日子的推移，极端天气的增加，那些冻死的牲畜也都被吃完了。当时大家以为这种极端天气会慢慢好转，最起码不会再严重了。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极端天气不仅没有收敛，反而更加恶劣了。很多地方都被大雪覆盖，就连10年都见不到一次雪的南方都没有幸免。很多的南方人在兴奋之余，更多的是担心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往后的日子该如何度过。此时因为如此极端的天气，各家各户的牲畜也都被吃得差不多了。为了解决温饱，他们只好上山草根，希望能短暂的填饱肚子。但由于雪太厚，他们根本挖不到能充饥的草根，只能无功而返。并且因为雪太厚，还有不少人在上山的途中摔下山坡，被大雪掩埋。如此惨状让他们不敢再冒险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渐渐的饥饿战胜了理智，有一些家庭实在扛不住了，竟然开始售卖孩子来换取食物。起初一些粮食储量较大的家庭还愿意购买这些孩子，但随着孩子的增多，粮食的减少，有钱人家也不愿意再进行此交易了。毕竟在当时孩子越多，代表着你的负担越大，以至于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靠着卖孩子活下来了。虽然这件事在如今看来很残忍，但在当时自身难保的情况下，还发生了比卖孩子更为黑暗、更为惨绝人寰的操作，那就是交换吃孩子。当年大家所处的环境犹如世界末日，整日见不到阳光，很多人都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。在这当中，有人被冻死，有人选择自杀一了百了，但也有一部分想要活下来的信念十分强大，所以他们将自己的目光残忍地放在了孩子身上。没错，就是你想的吃孩子。虽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虎毒不食子，但到了紧要关头，人的兽性好像就这样被激发出来了。但由于他们没办法对自己的孩子下手，所以就和他人交换孩子后再进行蚕食。起初大家都觉得这种行为十分残忍，但随着食物短缺，无数人被饿死的现象发生后，交换小孩吃仿佛就已经成为了当时的正常操作。聊到这里，你也许会觉得当年的人类太过于残忍，但还是那句话，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如果你身在当时，说不定比他们还要狠心。如今看来，他们当年的做派是不能被接受的，但也许也是迫于无奈吧。所以到底是对是错，还真不好说。并且在当年，可不仅仅只有中国受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，整个北半球都没能幸免，欧洲等地区也就遭受了十分严重的灾害，全都身处恐慌之中。就连一向心大的西方史学家都表示，这是一次巨大的生命危机。看得出来，当年人类经历的灾害已经不单单是自然灾害了，而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。1816年，在地狱般的灾难面前，犯罪率也是直线上升，一时间社会秩序处于瘫痪阶段。很多的欧洲地区更是出现了连续强降雨，其中有一个地方更是连续下了2个月，导致当地发生了严重的洪涝，大量的牲畜、农作物，还有一些不坚固的房屋，全部被雨水淹没。
急速降温的天气更是让身处平原的牲畜被冻死。有意思的是，在这个时候，大部分的欧洲人还觉得这只是短暂的寒冷，没想到春天的到来一推就是1年。在大家殷切的期盼下，春风依旧刺骨，大雪依旧纷飞。直到6月这个本该温暖的月份，却依旧白雪皑皑。一时间，美国的北部成了冬天，雪下个不停，无数人被冻死，农作物和牲畜的牺牲更是数不胜数。与此同时，加拿大的情况更为惨烈，当地农民为了保护庄稼，开始在极端天气下抢救庄稼，但当地忽高忽低的天气，还是让他们感受到了自然灾害的强大。即便已经很努力了，但依旧没有什么用。8月份，加拿大的情况更是糟糕，或者说是恐怖。地上除了白色，什么颜色都看不到，冰雪覆盖了所有庄稼。明明是8月，正值夏季，却宛若寒冬，丝毫没有生机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加拿大人开始求助政府，但政府也是人，他们一样也是无能为力。就这样，在这种极端天气下，加拿大几乎天天都有人被冻死街头。根据相关统计，在1816年里，加拿大共冻死了20万人，庄稼就更不用说了。可见在当年恶劣的天气面前，人类有多渺小、多无助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1816会出现如此极端的魔鬼天气呢？原来导致这个天气的始作俑者就是一座火山。说到这个火山为何会导致如此极端的天气，一切还要从200年前的一次火山爆发说起。当时是19世纪初，那个时候的印尼群岛还是荷兰的殖民区域，那里有一座高达4300米的坦博拉火山。这个火山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待了数千年，一直都十分安分，就连小喷发都没有出现过，只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些蒸汽和浓烟。当地人对这些现象早已见怪不怪，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在1815年4月的时候，一向平静的坦博拉火山竟然突然发出了巨响，随后一支烟柱从东方冲天而起，就这样沉寂了数千年的火山爆发了。一时间，整个火山就像是团团烈火，在印尼群岛附近开始了大幅度的喷发。这次爆发持续了3个月之久才结束。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，火山喷发出了1.4亿的熔浆，随之而来的还有无数火山灰和一些说不上名字的物质来，这对周围造成了极大的伤害。根据统计，在这场灾难中，大约有92000人死去，场面一度失控。就算你远在伦敦，都能看到火山灰，可见这次坦博拉的爆发有多强悍。正是因为这次爆发挡住了太阳光的亮光，在硫酸盐气溶胶的作用下，空气中形成了干雾，太阳会随之变红，失去本来的颜色。而在咱们肉眼看来，太阳就是黑色的，这也是为何在那段时间里几乎看不到晴天的重要原因，并且也因为如此，导致了全球气温开始急速下降，最终集中在1816年爆发。所以这并不是什么怪谈，而是火山爆发所导致的灾难。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，1816年的这场灾难不仅见识到了自然灾害的威力，更见识到了人性的黑暗。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，任何事物都能成为交换的筹码，就连孩子都可以不在乎，只为填饱肚子。这件事不管过了多久，在人类心中都是残忍的，都是无法接受的。虎毒还不食子，人类却能为了填饱肚子而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来。也许是无奈，也许是本性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当年的极端天气确实影响极大，并且从某些程度上来说，还影响到了当时的中国局势，同时也让世界的历史发生了不小的改变。而之所以这么说，也是有一定的理由的。你要知道，当时还属于清朝，其他产业并不发达，大家赖以生存的资本就是农业，但火山的喷发却加快了西方对清朝的侵略，也让当年的清朝出现了严重的灾荒。很多人为了活下来，纷纷跑到国外，一时间清朝人口快速流失，而美国的人口却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。这种优势也让美国在较为恶劣的环境下依旧能迅速发展，这对当时的清朝来说是十分不利的。而且荒年当道，最容易出现的就是社会危机、人口危机以及经济危机。据统计，当年中国大约损失了1亿的人口。虽然我们人多，但也扛不住如此造，并且当年整个江南地区的经济更是遭到了极大的毁灭，打乱了很多人原本按部就班的生活。而且最值得一提的是，此事过后，清朝农业社会的状态和人们的饮食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不再像之前一样依靠谷子为生，而是转移了自己的农业重心。就拿山东来说吧，自那年之后，山东进行了大改革，传统农作物谷子的种植面积急速下降，取而代之的是耐寒喜温的农作物。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，不为别的，只为如果再遇到灾难可以饿不死。虽然这种想法在现在很多人看来是不能理解的，但当年他们必须未雨绸缪，不能再让悲剧重演。放眼现在，虽然近几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灾害，但结合当年来看，我们可以深切的明白，在天灾面前，人类是十分渺小的，我们无力与其对抗，甚至是博弈成功。就拿当年的唐山大地震来说，当年唐山突发地震，无数人在地震中死去，无数人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亲人、失去朋友、失去一生之爱。
虽然我们未曾亲身经历过，但从相关的影视作品中，我们一样可以体会到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奈与无助。他们都想活下来，无奈命运让他们只能选择一个，实属悲哀，但却是现实。尽管在很多人看来，1816年的这场灾害离我们十分遥远，但相信大家也不难发现，近些年来，我们的地球似乎正在向我们发出警告，或大或小。所以我们要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，尽全力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。如果人类过度欺负地球，那地球必然会反击，反击的方式可能会是地震，也有可能会是瘟疫。所以为了阻止这一天的到来，我们要善待地球，善待每一片自然。虽然我们生活在地球上，却不是地球的主宰者，所以我们要对自然永存敬畏之心，既是为了现在，也是为了未来。地球只有一个，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珍惜与爱护。毕竟相信大多数人都不希望1816年的灾难再次上演。那么如果你身在当年，你觉得你能幸运的在灾难中活下来吗？